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奥妙。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现代战争的认知。先给大家一个数字，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的头24个小时里，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10天之内5000个目标。这个速度在人类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91年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打了38天，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震慑行动打了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达到这种密度。如果靠传统的人类情报分析师来完成同样规模的目标筛选、验证和打击排序，可能需要几个月。那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答案是一套叫 Maven 的军事智能系统，由美国军事科技巨头帕兰泰尔运营，而驱动 Maven 核心运算的那颗大脑是一家叫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 Cloud。 没错，就是你可能每天都在手机上用来聊天、写文章、查资料的那个 AI 助手。你问他今天吃什么好，他给你推荐餐厅；美军问他今天打什么好，他推荐的是导弹的落点。之前江峰时刻的节目里，我们简单提到过 Cloud 在史诗怒火行动中的角色，从蒙蒂卡罗模拟优化打击路线，到预测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行为模式，实现精准斩首。那期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极其热烈，很多朋友追问，这个 AI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真的那么准吗？它会不会杀错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个问题。朋友们听完之后可能会发现，真相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恐怖得多。先搞清楚 Maven 系统的运作逻辑，它的官方名称是决策支持系统。通俗地说，它是一台把海量杂乱数据变成可执行军事建议的超级机器。它吞进去的东西包括卫星图像、无人机侦察画面、截获的通讯信号、社交媒体数据、手机定位信息，这些碎片化的情报数据量之大，人类大脑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处理。然后 AI 对这些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和模式识别。举个例子，在传统战争中，一个人类分析师要从几百张卫星图片中找出一辆伪装过的移动导弹发射车，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眼睛都看花了。Maven 的做法是把大量已知的导弹发射车图片喂给 AI 进行训练，然后让 AI 自动扫描几百万张卫星图片，几分钟内就能标记出所有看起来像导弹发射车的东西。但真正让 Maven 变得恐怖的，不是单纯的图像识别，而是多元数据的融合分析。北约驻欧洲美军陆军指挥官多诺修将军在英国第4频道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解释过这一点。卫星图片能告诉你那里有一个东西，但不能告诉你那个东西有多重要。可是当你把卫星图像和信号情报叠加在一起分析，你不仅能知道那是什么，还能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敌方的指挥中心，一个隐藏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一个需要避开的平民设施。在史诗怒火行动中， Maven 的触角远远不止推荐打击目标，它介入了资源调配，哪架 F-35 去打哪个目标效率最高，弹药选择用哪种导弹打哪种目标效费比最高，是用造价几百万的精确制导炸弹，还是用便宜得多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就够了，甚至后勤维护。根据每架飞机的飞行时数和零件寿命数据，判断哪架飞机需要进场检修，哪架还能再飞几个架次。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的每一个环节， Maven 都在场。这就是为什么24小时内能打1000个目标，因为从情报收集、目标筛选、打击排序到战后损伤评估，整条杀伤链的每个节点都被 AI 加速了。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好厉害啊， AI 让战争变得更精确、更高效了。别急，接下来的部分会让你冒冷汗。聊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无论是前线的操作员，还是咱们平时为了生活、为了看清时局而奔忙，这种高强度的精神消耗对身体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江峰一直能维持高产的深度内容，除了热情，靠的就是一份好体力。这里我想特别向大家推荐普瑞堂黑参，它采用传统9蒸9晒工艺，是增强体力、保持精力的好伙伴。如果您想支持江峰，让我们的节目继续走下去，
请点击视频下方的资讯栏连结进行购买。在结账时，别忘了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特别回馈，凡是购买满500美元就送一根精选黑参，多买多送。照顾好身体，咱们才能更有精神的一起探索世界的奥妙。好，广告过后，咱们回来聊聊 AI 判断中那个致命的百分比。Maven 听起来很神，但有一个所有 AI 公司和军方都不太愿意大声说的事实，它推荐目标的准确率远没有宣传的那么高。根据五角大厦自己的数据， Maven 的目标识别准确率大约在 60% 左右，听起来好像还行，但对比一下，训练有素的人类分析师的准确率是 84%， 这就意味着每100个目标里 AI 比人类多判思错了24个。在战场上，每一个判断错误的背后，可能就是一栋被炸平的民宅，一所消失的学校。而在早些时候，情况更糟。克拉夫 AI Now 研究所的首席 AI 科学家曾在 OpenAI 工作，也就是 ChatGPT 的母公司，跟 Claude 的母公司 Anthropic 是直接竞争对手。他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专访时透露，此前的调查显示 Maven 的准确率有时低于 30%， 这跟不加区分的轰炸没什么本质区别。虽然 AI 技术在飞速发展，从 30% 提升到了 60%， 但你仔细想想， 60% 的准确率意味着每5个 AI 推荐的目标里仍然有2个是错的。在几千次空袭的规模下，这个2个里错1个的比例意味着成百上千个错误的打击。伊朗战争第1天就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美军空袭了伊朗南部米纳卜的一个革命卫队海军基地，但紧挨着基地不到100米的沙加雷赫塔耶贝小学也被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根据联合国和伊朗官方的数据，至少168人死亡，其中超过100人是12岁以下的儿童。事后调查发现，问题出在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人工情报数据。那所学校此前确实在革命卫队营区范围内，但几年前已经被一道围墙隔开，成为独立的民用学校。而这个变化没有被更新到打击数据库里，这就引出了 AI 战争的另一个致命问题：垃圾进，垃圾出。AI 再聪明，它的输出质量完全取决于你喂给它的输入数据。如果数据库里的卫星图片是3年前的，如果人工情报没有被及时更新， AI 就会在过时的信息基础上做出看似精确，实则致命的错误推荐。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在2024年一次伊拉克空袭后承认，他们甚至不确定某些打击到底是不是 AI 推荐的。也就是说，军方连这个目标是人选的还是机器选的都搞不清楚。你可能会问，不是说有人类在回路中吗？不是说 AI 只负责建议，最终扣扳机的是人吗？理论上是这样，但克拉夫指出了一个被大量心理学研究证实的致命漏洞：自动化偏差。简单说，就是人类在面对算法推荐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加验证的信任和接受。尤其在军事环境中，操作员面对屏幕上飞速滚动的目标清单，通常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审核每一条 AI 的推荐。几秒钟你能判断什么？你甚至来不及调出原始卫星图片仔细看一眼，就得决定打还是不打。所以名义上人类在回路中做最终决定，实际上人类很可能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克拉夫的话非常尖锐，速度正在被包装成一种战略优势来贩卖。但当你用一个准确率只有 30% 的系统来推荐打击目标，而操作员只有几秒钟审核时间，所谓的速度优势实际上就是不加区分轰炸的技术遮羞布。如果说伊朗战争中 AI 的争议还相对新鲜，那么在加沙 AI 辅助战争的后果已经有了血淋淋的数据，而且那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伊朗战场的预演。故事要从2016年讲起，当时以色列面临一个情报难题，巴勒斯坦人中出现了独狼式恐怖袭击，个别人拿着刀子、螺丝刀，甚至开车冲撞以色列人。传统的人力情报可以渗透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但怎么预测一个人明天早上会不会突然拿刀去砍人？以色列的答案是，
把占领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通讯数据全部吸进来，短信、语音、通话、社交媒体、手机定位，然后用 AI 做模式分析和预测。最初很粗糙，用关键词触发警报，有人给女朋友发短信提到检查站和自杀，就会触发红旗。后来演化成更复杂的行为模式分析。如果已知的恐怖分子具有某些特定的年龄、性别、教育、就业的属性组合，那在整个巴勒斯坦人口数据库里，还有谁符合这个画像？以色列的技术信徒们对这套系统非常得意，认为他们通过 AI 实现了预测性警悟的奇迹。但讽刺的是，正因为过度依赖 AI 和技术手段，以色列大幅削减了对传统人力情报的投入，结果恰恰错过了本可以预防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大规模突袭的关键人力情报。那场袭击杀死了1200多名以色列人，震惊了全世界。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AI 的角色发生了质变。英国纪录片导演维沙特在第4频道的纪录片中采访了3名以色列情报军官吹哨人，他们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开战后不久，高层传来的指令是目标不够多，内塔尼亚胡说过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击加沙，而要生成足够多的目标来满足这种政治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 AI。 于是目标工厂诞生了。注意，这不是批评者给起的绰号，而是以色列军方自己在新闻稿中就是这么叫的。多个 AI 系统同时运转，代号包括薰衣草等，有的通过通讯数据分析人际关联网络，你跟谁打过电话，那个人跟哪个哈马斯成员有联系，有的分析人口属性画像，什么样的人看起来像恐怖分子，还有的专门分析地理位置数据。结果是什么？开战头3个星期 AI 生成了15000个目标，1年之内4万个。但更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战场上的高伤亡，而是围绕着附带伤亡阈值的公开争议。根据调查报道，以军内部曾存在对打击不同等级哈马斯目标时可接受平民伤亡的宽松标准，而2023年12月2日那次针对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空袭也被多家媒体报道，造成了数百名平民死亡。到了2026年初，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又被报道，对加萨卫生部门公布的死亡总数基本接受，总数约为7万人。吹哨人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整件事的墓志铭：如果你想对加沙发动全面战争，同时又想声称自己遵守了国际人道法，那么 AI 就提供了一个借口，它让你能告诉你的军队和士兵，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尽管底层的前提是虚假的。 AI 在这里的真正作用不是让战争更精确，而是给大规模杀戮披上了一件技术合法性的外衣。这场 AI 战争的背后，还有一场几乎同样戏剧化的科技公司与军方的角力。时间线是这样的：2016年 Google 最早拿到了五角大厦的 Maven 合同，当时这个项目的名字很直白，叫算法战。但2018年 Google 内部数千名员工联名抗议，拒绝让公司的 AI 技术被用于军事杀人。这场员工叛乱在硅谷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最终 Google 高层不得不退出了合同。接手的正是帕兰泰尔，这家公司可没有 Google 员工那种道德洁癖，它本来就是靠给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做数据分析起家的。创始人之一是硅谷的鹰派人物蒂尔，最早的投资者就是中情局的风险投资基金。帕兰泰尔随后把 Anthropic 的 Claude 整合进 Maven 系统，成为它的核心 AI 引擎。但在伊朗战争爆发前夕，事情出了大变故， Anthropic 也就是 Claude 的母公司跟五角大厦闹翻了。 Anthropic 的立场是，我们的 AI 模型还不够可靠，不能用于自主武器系统，我们需要更多的监督和独立测试。他们拒绝签署扩展合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反应极其强硬，直接把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下令所有政府机构立刻停止使用 Anthropic 的工具。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母公司随即表示愿意接手合同。但这里有一个尴尬的技术现实， Claude 已经在 Maven 系统里跑了好几年， Anthropic 和帕兰泰尔花了大量时间做深度整合，
你没法像换电池一样一夜之间换掉核心 AI 引擎。所以直到现在 Claude 实际上仍然在为 Maven 提供动力，即使 Anthropic 已经被列为供应链风险。这就好比你家的管道工跟你吵翻了，但他装的水管你还得接着用，因为整栋楼的水管系统都是他设计的，换不了。而克拉夫指出了 Anthropic 立场中的一个致命矛盾。Anthropic 说，我们的 AI 不够可靠，不能用于自主武器系统，就是 AI 自己决定开火的那种。但他们同时认为 AI 用于决策支持系统，也就是 AI 推荐目标，人类最终决定开火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在实战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前面我们讲过的自动化偏差，在军事环境中尤其致命。操作员只有几秒钟审核 AI 推荐，根本来不及，也很难有能力判断推荐是否正确。人类在回路中听起来让人安心，实际操作中人类往往只是走个过场。用克拉夫的原话说，如果 Anthropic 自己都承认 AI 不够可靠到可以自主开火，那它也不够可靠到可以推荐谁该被开火。这两件事之间的界限，在 60% 的准确率和几秒钟的审核时间面前几乎不存在。而更深层的问题是，五角大厦正在系统性的拆除所有的安全护栏。原本负责独立验证和测试这些 AI 系统是否合格的政府部门，在近年的预算削减中被大幅裁员。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提供 AI 系统的公司自己来评估自家产品是否达标。用克拉夫的话说，这就是让学生自己批改自己的试卷。最后，我们把镜头从中东拉远，看看 AI 正在怎样改变战争本身的性质。乌克兰战场上有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案例，因为俄罗斯的电子战能力太强，用传统无线电遥控的无人机动不动就失去信号，被敌方干扰，乌克兰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开始让无人机搭载 AI 自主飞行和识别目标。操作员把目标坐标输进去，比如前线30公里外的一辆俄军坦克，无人机就自己飞过去。前半段飞行还算正常， AI 沿着预设路线稳稳地飞。问题出在最后一步，等无人机飞到目标坐标上空，发现底下停的不是坦克，而是一台拖拉机。操作员因为电子战干扰，早就失去了跟无人机的联系，根本没法叫停。 AI 是在特定的训练数据中学会识别坦克的，一旦遇到训练数据之外的新情境，比如一台造型奇特的农业机械，或者一辆刚好被伪装网盖住了一半的民用卡车，它就不知道怎么判断了，但它仍然会执行攻击，因为它的程序就是这么写的。纪录片导演维沙特的总结非常到位，名义上人在回路里，但人可能只是一个空壳，真正在思考的是电脑。AI 的支持者说， AI 让战争更精确、更快速、更少己方伤亡，而且能形成对潜在对手的威慑。但从加沙到伊朗，实际数据讲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事情是 AI 让开战的门槛降低了。首先是政治门槛低了，因为你可以宣称精确打击来规避国际谴责，反正 AI 的黑箱让谁也查不清到底打了什么。其次是技术门槛低了，你不再需要那么多训练有素的人类，情报分析师坐在那里一张一张看卫星图片，一台 AI 几分钟就能干完他们几个月的活。第三是人员风险门槛也低了，越来越多的打击由无人机和远程导弹完成，己方士兵不需要直接暴露在火线上。而历史有一条冷酷的规律，当做一件事的成本降低时，这件事就会更频繁地发生。委内瑞拉、伊朗在 AI 的加持下，美国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发动了2场重大军事行动。如果放在 AI 之前的时代，光是目标情报的准备工作就要花上大半年。AI 没有让战争消失，它让战争变得方便了。而一场方便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更随意、更频繁、更不受约束的战争。克拉夫在访谈结尾说了一段很值得深思的话，他说解决方案其实不需要发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人道法框架，几十年来积累的军事系统独立验证和测试标准，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了。问题不是我们没有规则，而是 AI 正在被用来绕过这些规则。当这些护栏被拆掉的时候，受害的不仅仅是被炸的人，还有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那套国际秩序的底线。
纪录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坐在阴暗的地堡里，盯着屏幕说了一句话：所有的战争都会带来技术创新，那些能更快适应和使用新技术的人才能活下来。这句话既是现实也是警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奥妙就聊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内容让你长了知识，也让你开始思考一些平时不会想的问题，请帮忙点击订阅按钮，给我们点个赞，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江峰奥妙，我们下期再见。